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为2022年设置的手账体系。那2021年手账体系的影片里有提到说，手账体系的配置是因人而异的嘛，就像是有人会把所有内容都包含写入子弹笔记里，但我呢个人会更倾向于把其他类别的事进行分类记录。每种大类别会专记一本，多年累积下来查找起来也比较方便。所以手账体系的设置没有对与错，没有应该与不应该，而是只需要遵循你自己的需求去配置使用就好。那根据我这几年使用手账的情况，以及配合我日常的需求与习惯，我为2022年配置了7本手账。虽然数量上看起来很多，但每一本手账都独有它的特点与功用。首先是每日都会使用的子弹笔记。子弹笔记呢，也是唯一以1年1本的制度去配置的手账。今年我选用的是 Paper IVS 188页的 A5 软皮点阵本。我也为它制作过开箱实测啊、年度设置啊、月计划 setup 等的影片。在我的频道里出现率最高，相信也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本。那它主要是用于我的日常规划以及生活记录，也会搭配功能页去记录日常里比较重要的一些方面。之后就是12个月的月计划、周计划的设置与排版。接下来是今年新增设的 Weeks 周计划本。我选用的是 Note for 风间之声168页的自填式周记本，之前都从来没有尝试过 Wix，2022年就想要试用看看。Wix 的自由度其实也蛮高的，可设置的功能啊，其实也是蛮多的，但是我主要还是会以子弹笔记为主。那这本 Wix 的话，就像是子弹笔记的小助手一样，把需要更细致化的任务在这里进行拆解实行，也会做个人感想啊与心得体会的记录。它的页面大小也不大嘛，就可以尝试做些简单拼贴。对于我这种拼贴小白来说，就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啦。然后就是有看过我这2年手账体系影片的朋友们，绝对不会陌生的这本，没错，就是我的理财小手账。如它的名字般，也如同它的封面，我主要就是用它来记录收入与支出。每月复盘总结后，就会记录到子弹笔记的 Spending Log 里去。接下来是我的这个脑力风暴本，这些年也是有说过，它是我学生时期留下来的单线本进行包装而成的。脑力风暴顾名思义，就是把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灵感和思绪释放出来，在这里记录整理。也会用它来写下我拍摄的草稿啊、文案准备、旅行前的功课等，也同样会把从各个平台学习到的新事物在这里记录笔记。那它就是属于比较随时随地随性的记录模式，同时也是毫无格式，偶尔还会写得不怎么整齐，这么一个杂七杂八但内容绝对丰富实用的记录本，是我拍摄影片时的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帮手，更是让我能够抽取浮现于脑海的想法扔到这里边去，有效帮助减轻我脑瓜容量的万能小助理。之后是这本开省 Sketchbook 256页的空白本，那这2年以来都是把它作为大杂烩本，就是会用来写心得感想与拼贴。但是今年差不多年中的时候吧，就把它改造成了读书笔记。无论是纸质书或是电子书籍，每读完一本就会把一些颇有感触与共鸣的词句摘抄下来，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搭配一些简单的拼贴，增添一些趣味，也会把领悟到的自己有想法的一些内容写下。当然这并不是什么专业评书的等级啦，仅是个人的读后感的记录，不过觉得还是对自己蛮有益处的，所以2022年就打算将它作为我的读书笔记。那其实好多本的手账都是属于沿用的一个状态，像是这本也是256的这么厚重的一个页数，2年下来其实也才用了差不多1/4，剩下的页数就可以在新的一年继续沿用。其实除了子弹笔记每年会购入1本，还有今年新买的 Wix 之外，
其他的手账其实都是延续使用的，所以就不会担心说一直需要买很多新的本子，收纳空间以及荷包里的钞票也就可以双双节省下来啦。然后是使用频率相对来说比较低，需要特定时候才会被派上用场的手账，其中之一就是旅行手账。每去一次游玩就会做个小口袋，装满较有纪念意义的票据或手册，然后记录旅行的流程、体验当地特色景点图片以及全程花费等。但自疫情爆发以来，别说去游玩了，连出去采购都尽量在减少和避免，所以这本旅行手账目前已经暂停营业了2年。不过还是把它保留在2022年的手账体系里，留有美好的回忆，同时也算是留有一个念想吧。最后就是这本 Lettering 的学习本，是我从2018年学写 Brush Lettering 时就开始使用来做笔记练习的本子。后续学写新字体的时候，也会在这里写下笔记并简单练习。总的来说，使用频率最低、需特定时刻才会派上用场的是旅行手账和 Lettering 学习本，需要特定时候才会使用，但相对来说使用次数较多的是这本读书笔记。而理财小手账以及 Week 周计划本呢，则属于日常会频繁使用的手账。最后就是每一天都会使用到的脑力风暴本和子弹笔记。所以7本手账感觉还蛮多的，但其实使用起来并不会带来负担。因此在设置手账体系的时候，真的必须要优先明确自己的需求，按照自己的习惯去安排，当然也得把使用频率这一块考虑进去，这样才能配置出属于你的手账体系，使用起来也才能更得心应手，才能让每一本手账更好地提高我们的生活效率，有效实现我们写手账想要达到的目的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不妨给我点个赞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Instagram 和小红书，以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也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你的看法与建议，同样欢迎各位提出你想看的设计主题或影片题材，也鼓励大家与我分享你们的2022年手账体系。希望我的影片对你们有所启发，帮助你们更好地配置出属于你们的手账体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